翻牌的 raise 跟转牌的下注，我们的99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那当今天对手合牌 all in 的范围会是什么？它潜在的炸幅会是一些 A5 黑桃、A8 带黑桃 A， 赢的组合相当的少。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A3 不同花哦，蛮有意思的，应该会是要跟注哦，对，应该是要跟注。A3 不同花在这边弃牌的状况只会有中前卫加注，然后 button 或者就只要后面有人跟注了，有人跟注的话 ，A3 就是一个弃牌啊。但没有人跟注的话 ，A3 就不能弃牌。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卡顺后门花，是一个很明确的不能弃牌啊。它可以考虑 all in， 它可以考虑跟注，它 all in 也一定会被88跟了，一定会被跟。持续下注一个大盲位 all in， 基本上持续下注的范围的这个人应该要跟到所有的对子啊，任何的3344，任何的 A2 A5，任何的6677889944，这都是一个最预设的基本策略，所以他的88一定会跟住嘛。那这个 A3 转牌，基本上我觉得转牌它有什么牌可以扣 all in， 基本上没有。我觉得转牌除非开黑桃，当然开4是顺的，不是废话。如果不是开顺子的话，至少要是开一个黑桃，但开 A 也会跟啊，开 A 他肯定就更有机会赢对手的 King Queen 或者是994这种对子。只要不是开 A， 不是开4，我认为转牌能够扣 all in 的牌就只有黑桃了。他没有黑桃，基本上他都不用想。我觉得我不懂他这边在想什么，因为他如果这边在想，代表说他认为很接近，但我认为这个我的直觉是一点都不接近。他这边可以有任何的对子跟注，都会比 A3 来得好。这把同花在这边看起来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哦，应该是要跟注哦，应该还是要跟注，没办法。我们说大王位后环很紧，但是并不代表你可以紧到这样子。好，翻牌啊，持续下注 check fold， 这个没什么问题。10J 不同花在 hijack 位，不要说它是筹码领先者啊，它就算筹码不多，应该说以 chip EV 来讲，本来就应该要加注的范围，所以其实并没有玩的想象中这么夸张宽的手牌放。我认为它大概放宽1到2个位置，我觉得都算是合理啊。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手牌也都没有不合理的状况。这个 A4 就有点夸张，但我觉得这个 A4 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阻挡牌的概念了，就是 A4 不同花会是一个预设，我就说 COA 应该要开的范围，它这边就多开了2到3个位置。我猜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一个，我就说就是一个 blocker 啊，就是一个 A， 就是这么简单。A2 梅花只能弃牌 ，A2 红桃 ，A2 黑桃可以跟住。这个分牌小盲位的 check， 我觉得混合策略，但我觉得如果他今天有77到 QQ 的对子的话，他的逻辑一定是一样的，他会希望比较高频率的下注他的77到99，然后10以上对子会是高频率的 check。逻辑就是，如果今天是77的话，遇到他今天假设是个 Q8 不同花，对不对？你77 check 被人家中 Q 中8，你就挂了。但10基本上可能只会被中1张高牌，因为如果你是10，对方如果有2张高牌的话，对吧？对方不可能check AJ 翻牌前啊，对方要有2张高牌翻牌前没有加注，只有 QJ。但我觉得 QJ 就一种牌而已嘛，但我觉得是能够承受它的几率。但如果说你是77的话，基本上8、9、90、9J 不同的话，大盲都会 check， 然后都有2个高牌，那我觉得就比较不理想一点。但我认为这边10蛮难的哦，我觉得10我可能还是会再扛一次哦，我觉得没有办法 check call， 然后 check fold turn。我觉得这个10应该是一个，你如果翻牌前慢打，你这个转牌就是要跟住。然后我也觉得他就算真的对方有3条，我觉得10就是一个必须要再扛一次哦。直接 check fold 必须他要有一个意识到说，对手在转牌下注大尺寸的筹码量，大尺寸下注永远都是只有3条，或者是就是没有炸胡啦，简单来讲是没有炸胡啦。但我觉得10慢打他的转牌可能我觉得还是要跟住。我们这边的 QQ 会是一个会考虑跟注吗？我觉得可以考虑跟注哦，但预设策略来说，10次里面应该我有8次会选择加注。那选择加注的尺寸，我觉得差不多啊，还有一点弃牌的机会哦。如果我今天加到78万，我后手绝对是被 all in 可以有弃牌。我如果今天 A5 同花、A7 同花，我加注被 all in， 我当然就弃牌。那他也知道我会有一些同花 A、KJ 不同花、K10 不同花、KQ 不同花的话，他这边绝对是正 EV 的 all in 嘛，对。
就他绝对是正义 all in， 这个无话可说的。他 all in 当然也是合理。如果他觉得我今天3B 的范围不会有炸幅，然后很紧的话，他可能可以考虑跟注，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但我觉得预设策略来讲，我是一个高频率的3次下注，然后他也会是一个高频率的 all in。这手牌我有印象，我觉得这手牌翻牌可以考虑大尺寸的持续下注。我觉得 SPR 超过5，如果我们选择1/3再翻牌的话，其实筹码量很有可能合牌是打不完的。我觉得应该说筹码量一定是打不完，合牌绝对没有办法 all in， 不会是一个 par size 的 all in， 对吧？如果你今天小尺寸的下注被加注，跟一个大尺寸的下注被加注，我们可以知道小尺寸对方加注的范围会更宽，应该说它的炸幅更便宜。所以我觉得直觉它的炸幅的手牌会是什么？我觉得它必须要有一些正门花跟后门花，所以会是一些 JQ 方块、2张黑桃、89方块、89黑桃，但89方块不存在因为9在我手上，所以我觉得2张黑桃是比较直觉的哦。如果说要是一些 A 带黑桃 A 或者黑桃 K 带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至少要有一些后门的，比如说 A5 带黑桃 A， 它当然也会有 KJ 带黑桃 K， 但我真的觉得组合很少。翻牌的 raise 跟转牌的下注，我们的99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这手牌的差别，应该说最重要的就是合牌啊。那当今天对手合牌 all in 的范围会是什么？我认为它的价值下注手牌就是很明确的，就是10，它就算就是15红桃，它合牌都应该要 all in， 所以10是确定的。我认为22也是确定的，然后2张黑桃也是确定的。它潜在的炸幅会是一些我真的现在真的想不出来。它如果会有 KJ 不同花，当然它会有 A5 黑桃、A8 带黑桃 A， 所以我觉得赢的组合相当的少。如果合牌是开一张方块6，那我觉得我的99会是一个更明确的跟注吧。但我觉得合牌开方块6，它也不一定会炸。所以就是这把牌，我觉得这个合牌会是一个我必须要弃牌的范围。我觉得我会跟我说的说的2张黑桃。甚至是口袋队里面带有黑桃，尤其是88以上的队带有黑桃，我觉得都会蛮不错的。我觉得这个10J 不同花，我觉得他会考虑 limp 的原因是因为它翻牌后的连结性很好，它很好打。但如果他今天是 J2 同花，我在猜他会直接 all in。如果今天是 J2 同花，或者是 K4 不同花，我觉得 K4 不同花的小盲应该就会直接 all in， 他不会去 limp 扣这样子。他这手牌放在 limp 就是为了要 limp 扣啦，因为对嘛，他就是很好打的一个手牌啊。就算是 AQ2，他面对持续下注，就算没有黑桃，对上一个小尺寸，我觉得他都可以考虑跟注。然后转牌如果是一个 check 合牌，他可以考虑炸胡，因为他会 limp 扣很多 A。这种情况的，假设合牌是开张4，我觉得这种情况的 King Queen 跟 Queen Jack 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价值下注。合牌开 K， 我觉得 Queen Jack 不能价值下注，但他可以炸胡一些合牌哦。那他现在合牌就中，他就不用炸胡。但我觉得啊，如果我是他打这手牌，我合牌会2种状况，我要么就是大尺寸下注，我要么就是 check。原因是因为你要想的是，你 check 对方会价值下注他的 K10跟 KJ， 然后任何的 A 都会价值下注。但是如果你阻挡下注，你下注一个36万，对方的 Q 只会跟注，对方的 K 只会跟注，对方的 A 可能会加注，可能不会跟注。我觉得看他的 kicker 好不好，基本上 kicker 不好的都只会跟注。他除非今天是 A9 转牌 check， 那我觉得合牌是一个很明显的加注。但 A9 你 check 他也会下，他也会打。以10J 小尺寸来讲，我觉得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10J 没有阻挡到任何的潜在的 Q， 任何的2队。所以这手牌也是一个误打误撞，然后刚好他潜在拿了最多价值的一条策略。但我觉得以长期来说，我觉得这个10J 可以赢到更多的筹码量。好 ，Q7 不同花，我觉得会是一个不能弃牌是确定的。我们第一个确定是不能弃牌。那放在平跟跟加注各有什么好坏？我觉得放在加注的好处是，第一个它的可玩性很低。当我们今天平跟的时候，假设它只要 raise， 我们只能弃牌。它 check 我们要打个翻牌后，这个牌就是什么？这个打翻牌后就是很超嘛，就是你不同花又太开，对不对？你没有顺直的机会。我的意思说，你没有更好的翻牌击中顺直的机会。所以这种牌就是很适合拿来 raise， 然后希望对手弃掉一些比你更烂的牌，或者是就算今天对手没有弃牌，像是 K9 同花，我的意思说，我们第一个可以有一个对吧 Q high 对我加注的范围还是很好。然后我会是一个混合策略，也不是说混合策略啊，基本上我认为 Q8 以下会是一个翻牌的高频率 check，Q9 以上会是一个翻牌高频率的下注。翻牌 check 的话，我期望 Q7 可以拿到转牌跟合牌的2条街的价值。所以我们的策略会是，当我们今天下注的时候，我们会有顶对；当我们今天 check 的时候，也会有顶对，因为这是事实，因为我真的就是 check 顶对，所以我们知道说单挑要怎么样让你的整体的策略不会说你今天 check 就是没牌啦，你今天下注就是顶对，不会这么好猜。
Q9 同花这边可不可以 all in？ 我觉得同花 K9 可能会好一点，原因是因为同花 K 跟同花 A 阻挡了 button 潜在 limp call 的范围。你看他真的有 limp 的 A8 不同花，我觉得我 all in 他 A8 会跟哦，我觉得他绝对会跟哦，很明确的我会有 A2 到 A7 嘛，我光是知道我会有 A2 到 A7， 他就知道 A8 要跟住。所以这把牌我觉得没有 all in 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的范围比我强，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同花牌打一个300不是一个太糟的状况。那至于转牌，如果来一张好一点的牌，8、9、10，甚至是 K， 我觉得我都可以考虑下注。大盲位比较不会有 K， button位我不确定他会不会limp一些 K， 但是我的 K 绝对是蛮多的哦。我小盲位会limp很多同花 K， 不同花的 K9、K10 可能都会。那加上我有一个直接顺子的卡顺的一些顺子的组合的听牌哦，我觉得一些奥词是一个不错啊。这个合牌蛮有意思的哦。我觉得 A8 可不可以考虑跟注？我觉得 A8 加注会比跟注来的好，是因为你跟注很容易看到一个3 K3， 我觉得尤其是3带 kicker 的那种 K3 Q3 很有机会。好，那各位晚安，今天就这样。